就是因为我 po 完这个影片，然后我就很多留言嘛，是负面的。多少 ？Do you remember how many views？ 我不是很记得，但是让我比较惊讶的，没有那么多，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朋友，但是让我比较惊讶的是，留言的人都是我的朋友，都是你认识的人，都是我一起长大在教会的，但是他们后来去读了大学。They became woke. They became woke, and the thing is, I don't know all of the woke talking points because I didn't go to college. 就是 I do feel very left out because I didn't go through that school of thought. You know, so I was like, oh my god, 原来我的朋友现在都是这样。其实我惊讶的不是他们去这样想，而是他们会想要 they want to silence me. 因为就有一个人他就直接 direct message me, DM me. 他就说 Oh Melody, I understand you probably don't realize that you should not be talking about this.Because you're ignoran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说其实我只是想要帮助你了解，其实你不应该在这方面有任何的发言。Yeah, 那是他对你说的话。And I was like, don't I have freedom of speech? 我在那时候真的很惊讶。According to them, no. Yeah, and I was like, 那时候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的确是没有去读大学。如果我读了大学，可能在这方面就会更谨慎 ，you know。但是我觉得透过那一次，也许就是我的一个经验，我就发现，当然是也许是不好的一个经验，但我从此。我真的说，我从此我就影响到你了，很不敢再发任何争论性的东西了，因为我被吓到了 ，you know， 我那时候只有可能 like 20岁吧出头或者 something， 然后我有一点被吓到，特别是因为是朋友告诉我说，你在这方面不应该发言 ，and I was like, oh, like I shouldn't have an opinion, I shouldn't even talk about it. 你会害怕吗？你有这种经历过吗？会让你谨慎，还是你觉得 like？这是个超级有趣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刚好颠倒。比如说，假如我们现在听这个东西的观众，你们除非你们不住在台湾，住在美国或加拿大，你们可能对于什么是 woke culture， 你们对于什么叫做上大学之后呢，接触到这些所谓的政治左派的一些他们的运作模式不太习惯。Melody 刚才讲的状况是这样子，他没有去大学嘛。但是从他的朋友哦，就是真的是现实世界的朋友哦，去了大学之后呢，他们的价值观开始变得非常不一样了。然后这些有去大学的这些同学，他们都还年轻，这一群人都是还是一群可能大学刚毕业还没毕业，18、19、20岁 ，so they're all young people, right? Yeah. 他们就很容易被政治里面的美国啦，至少美国政治的左派吸收进来。那政治都是很会去操弄人心的，他们操弄这些年轻人的常见的手段，就是用 guilt， 用罪恶感去控告这些年轻人，让他们去在政治上面朝左派这个方向。所以美国的左派政治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Melody 刚才讲的，他们喜欢去 silence different opinions，他们喜欢用你的讲法跟我不一样，你不准讲话的方式去网络霸凌那些声音跟他们不一样的人。Yeah. 那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会想要去网络霸凌，或者是去用网络的方式去叫声音跟他们不同的人闭嘴。我完全颠倒，因为我拍的 YouTube 影片会冒犯到的人，都是在教会里面的老一辈、政治立场保守的人。这些教会里面的老一辈政治立场保守偏右派的人差不多 they're the same， 他们同样用同样的 tactic I don't want to hear anything else， 你不可以，你这个年轻人你懂什么，你这个年轻人你不要讲教会里面的问题哦，这种东西不可以讲，你怎么可以把教会里面人家牧师的问题说出来，你不可以讲，他们就想 they try to silence me，会有一模一样的一些状况产生。所以我的观察是这样，当你有一个，我们就说它是意识形态好了，当你有一个很严重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呢，有别的人的立场跟你不一样，你的第一个反应机制，你的第一个 reaction 就是我不要听，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但对方如果继续讲的话，你就会受不了，你就说那你不准讲，然后就想要把对方的嘴巴捂起来。只要是意识形态太高的人，都会有这个 silence 别人的这个习惯。那 how do I deal with it？ 我比较晚开始，像你刚才说你是20几岁，20出头岁，20岁，22 years old， yeah， 你就开始在 Facebook 上面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我没有，因为我开始做 YouTube， 然后真的开始有一些 comments， 可能我已经30岁了。因为我的 YouTube 做得很慢，我做了大概1年多2年才开始有人留言。But yeah， 那时候的我已经
我觉得我的整个人都比较成熟一点点，所以我比较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种 negative feedback 这种负面的回馈，所以我的回应方式就是我知道这些意识形态对于一些人产生的这些情绪的反应 ，so I expect it。当我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意料之中就是会冒犯到很多的人，然后这些的人他们的第一个反应 ，their first reaction is to silence my voice。So I'm waiting for it, like I see it coming. 然后我就是尽量尽我所能的去跟他们沟通，保持一个，我虽然你想要叫我闭嘴，但第一我不会闭嘴，第二我很愿意跟你谈话，我们来聊聊看。Yeah, that's what I do. 这就是最理想嘛，就是如果大家能够就是沟通，然后至少听彼此的立场。我觉得现在特别是我那时候年轻 ，and that's also why 就像你说，年轻人他们去读大学，他们是这么容易被塑造 ，it's because they're too young， 然后那真的很容易被吓到的。你如果讲一次错话，你那时候被压下去，其实你可能真的这一辈子就不会再敢说了。但我觉得这最恐怖的，还不是你的立场跟我的立场不一样。这不是 like that's fine， 因为这就是人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也不是说我就是不同意你的想法，也许你说你的一些点，我就会 change my mind，maybe I will change my mind， 但是让我最惊讶的，让我最被吓到的是，他说你不许讲话。I was like，You don't have the right. You should not use your voice. You should stay silent. You don't have the right. Yeah， 那个让我很吓到，因为还不是说 you're wrong. It was just you shut up. That scared me. 那个就是所有的那叫什么 totalitarianism 都是这样子来的。Nazis 就是这样子 But they don't think they're Nazis. They think they're power. against the Nazis. Fascists 就是这样 gain power. Communists 就是这样 gain power. That's how 历史看，所以年轻人的缺点就是还太年轻，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历史。你把历史好好的研究一遍，你去看那些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如何去阻止它发生，你就会知道说有哪些的动作才是真正危险的。危险的不是大家表达声音，然后有些人 somebody's feelings get hurt, it's okay。你的感觉、你的情绪受伤是最弱的受伤，最严重的受伤就是为了去保护一些人的感受，然后你就做了很恐怖的一些政策，很恐怖的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更改，然后就变成了合法的去压迫另外一群人，那才是可怕的事情。And that's what happened， 那就是持续在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事情都有它的后果啦，就是也许有一些政策也不是那么好，它有它的后果，但是你有另外一个政策要来反对这个政策，你也还是要知道它也有它的后果，反正什么东西都有后果。所以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常常表达的立场就是，我觉得政治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Politics isn't the way。政治只是一个我们现在的折中办法 ，It's like 我们没有别的更好的选项，我们只好暂时学习怎么用政治来好好管理我们自己。但最终，以基督徒的立场来看，真正的 authority 就是上帝的 authority。不是我们自己人用人的聪明跟智慧定出来的这些政策跟治理方式。Yeah， 通常如果事情已经 escalate， 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需要用政策，其实就已经代表已经遭到一个地步了。对啊，通常就是对很惨才会用政治的方式来想办法解决它。Yeah.